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会跟大家聊的这个科技话题呢，最主要是关于 Claude 最近发布的一个新功能，叫做 Cowork。那这个 Cowork 呢，其实我在用了之后呢，的确是感觉到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今年 AI Agent 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聊聊，到底 Cowork 可以做什么，还有它到底目前为止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进度。那在开始进入正式的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的一个领悟。那还发生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家最近附近呢开了一间新的一个叫兰州拉面的一个餐馆，那就一定会想要去尝试看看，但是可能因为新的餐馆你也知道，它的那整个管理系统可能还没有很好，或者是他们的经验还不是很足够。同时间呢，又因为他很多人想要尝鲜，所以其实真的是店里面是非常非常多人，所以一般上去到这种非常多人，然后管理又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体验。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到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着急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我在点完餐之后呢，我就开始在等，然后就开始看到大家忙忙碌碌，很多人进来，很多人出去，很多人点餐，然后有些人开始拿到食物。但是因为当下我的心情其实还不错，因为我刚刚完成了全部的工作才去吃晚餐嘛，所以其实我算是把我当天的工作给做完了，我算是有达到一个里程碑，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很满意的。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属于非常非常的放松的，就是我不会很焦虑是，你的食物来的非常慢，我就会感觉到焦虑，我完全没有这个感受。但是呢，我就突然间发现到，我等了半个小时了，很久了，然后呢，完全没有来到我的菜，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到。在我之后进来的这些客户呢，他们已经开始在吃着了，就是看到那个餐点陆陆续续的送到他们的桌子上，所以这个时候我当然就会有一点不耐烦，同时又会有一点点焦虑吧，所以我就开始问那个服务员，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去帮我查了之后，才发现到我的这个单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上到，所以他必须重新来过。当然。因为他的经验也不够嘛，所以他马上就让我看到了这个东西，但同时间他又没有讲出来。但是这种东西是不需要讲的，我一看他的反应，他做的方式跟他问我的方式，就是他走过来跟我确认是不是这张单，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没有上到，我是重新来过的。所以在当下呢，我就突然间发现到，如果是平常的我自己哦，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是非常生气的，然后一定会是非常愤怒的责问这整个事情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发现到在当下，我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因为突然间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念头跑出来，就是我发现到，我认为我自己其实真正我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问我自己，我真的有这么赶吗？如果没有这么赶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接受我现在面对的这个东西？然后突然间，就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呢，从我的这个念头里面跑出来，突然间我就开始发现到我自己放下了，所以呢，我就继续在漫长的等待了一个10多分钟之后，终于来到我的餐点。然后这整个过程中，我发现到我并没有任何的生气，并没有任何的焦虑，所以这整个过程我都是非常轻松的，就是继续看我的手机，继续看我的信息，继续读着我在读着的一些电子书。在这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到，原来所有事情哦，最后你要怎么面对它，都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跟你自己的思维、跟你自己的情绪的。就是很多时候呢，我都会被这些情绪影响，导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必须去生气。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是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个东西的。当那个人来向我询问是不是我的单，当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时候，我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在面对的，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是抱着的心态是，对啊，这个时候我就应该生气啊。我发现到我是有能力可以改变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然后它就会让我的整体的心境、整体的姿态都会变得不一样，整体的心情没有完全被影响。所以这个是我当天的一些心得跟一些总结，就是我发现到，如果你想要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愉快、非常轻松、非常惬意的话，那其实你的情绪决定了这一切。不是因为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决定这一切，全部都回过头来应该询问你自己的内心，询问你自己的情绪。原来决定一天该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还是焦虑还是生气，其实都回到自己的内心。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呢是关于 Claude 最近发布了一个全新的功能，叫做 Cowork。基本上它会发布 Cowork 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到有太多的人在使用他们的 Claude Code，也就是它的这个编程的这个 IDE 的这个软件呢，
在进行非编程类的一些工作，就是有很多人是用这些 coding 的软件呢，在写文章，在查资料，在整理资料。因为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需要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工具嘛，就是我需要这个工具来帮我完成某一个事情。所以如果今天 coding 能够帮我完成这些东西，因为 coding 有办法跟电脑去讲话。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Claude Code 的一个工具呢，让我们这些人，不管我会不会去写程式呢，我都有机会可以跟 AI 去讲话，并且让它去做出我想要做出的工具。所以就有很多人直接用 Claude Code 的方式呢，去达成不是编程以外的一些东西。他们可能把它变成一些小人物，让 Claude Code 直接帮他们可能去网上抓资料，甚至直接帮他们去写文案。于是呢，Claude Code 就发现这个东西之后呢，他们就决定开发一个完全是不需要任何编程能力就能够真正去跟他沟通的人。于是 Claude 呢，他们自己就发布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功能，叫做 Cowork。简单来说，就是能够让你不需要用任何编程的方式呢，就能够让 AI 去帮你做一些事情。那这个 Cowork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是呢，它是直接来到了你的电脑上面，也就是说，它是看得到你电脑里面的东西，它是直接能够去 access 你电脑里面的东西，它是直接能够在上面去做调整、做改变，看见这些文件，并且对这些文件去进行调整的。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呢，你的这个 AI 助理，或者是你把它想成是一个人。现在这个人呢，他不再是只能够在网络上面跟你去聊天，他现在是直接的开始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使用电脑，或者是直接帮你接手你的电脑去完成任务。这个东西可以带来的改变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当然，目前为止的功能还没有开放到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人使用的一些案例，或者是我自己使用的一些体验当中，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东西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以及它未来会影响到的东西会是什么。首先，这Cowork 呢，它的这个能力呢，其实更加偏向 AI agent， 而不是一般的 AI 聊天，所以它最主要的还是在帮你完成任务。所以呢，它有几个蛮不错的功能。首先是它在接收到你的指令之后呢，它会自己去尝试去了解，了解之后呢，它会把它变成一步又一步的工作流，然后呢，再看一下它手上有什么样的工具，再开始去做任务。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的你是可以直接看到它把它变成什么样的工作项目。比如说第一步，它会直接跟你分析，我需要做1、2、3、4、5。这5步呢，我就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现在走在第一步，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 AI 开始在做事情，比如说打开你的文件，开始上网去做东西，打开某一个东西，开始去看里面的东西，把里面的档案删除，把里面的档案增加，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实时的发生在你的电脑前面，你可以去看着它们发生的。然后呢，因为现在 Claude 呢有一个功能叫做 Claude in Chrome，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去帮你操作你的浏览器的，所以就可以想象它就真的像是一个人一样，打开你的浏览器，去到你需要去的网站，开始用人这样子的方式去点按这些网站，帮你做一些事情。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在聊 AI 浏览器的时候的一些基础的功能嘛，所以 Claude 也能够做到这个东西。所以同时间它不只是来到你的电脑，现在它也能够上网去帮你做东西，同时间加上本来就有的一些 AI 能力，它能够去互联网上面查询很多的资料，收集资料，去做 research。现在多了这几个东西，让它有了更多的武器库，有了更多的工具，能够帮助你去完成你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加特别的东西就是，你是可以在中间看着他做任务的过程中去打岔他，去中断他的对话，去让他加入一些新的一些指令。比如说我发现到，这个东西他做不对，我就会马上给他一个指令，我想要的东西是这样子做，或者是我可以直接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他就会在做这任务的最后呢，继续的执行我新给的这个指令。所以像这样子中间插队的这个能力呢，它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新鲜的，就是它不再像之前的一些 AI， 当我给了一个任务之后，比如说让他去做 research 之后呢，就所有东西都不能停了。如果我要把它全部东西暂停，下一次我就得全部重来。这个它的运作逻辑更加像是在做的过程中，接收到我的新的一个资讯，它去调整它的状态，持续的去调整自己的任务，一直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为止。所以我这边来举几个我觉得目前为止看下来非常有用的一些功能。首先呢，最多人反馈的就是它可以帮你整理你电脑上面的文件。就是其实很多人的电脑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其实我这个东西我以前也是做得很好的，但是自从我的工作开始变得忙碌之后呢，我的电脑也是非常的乱，尤其是在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我的 download 这个 folder， 就我的下载的这个文件夹，还有就是我的整个 desktop， 也就是我的这个桌面的这个文件夹。通常这2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下载的资讯，不管是 document quotation 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是一堆的截图，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难管理的。但是呢，现在这 Cowork 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我可以直接打开我的 Cowork， 直接让这个 AI 呢直接帮我去整理我的这些
folder，它会按照我需要它按照的一个方向，我可以自己设定我想要任何的方式去做归纳、去做整理，它会直接帮我整理好。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你请了一个新的一个 intern，他就直接来到你的电脑前面去帮你做事情，帮你把这些档案一个一个的打开，看过之后呢，帮你整理成不同对应的一些文件夹，最后呢，把你整理的整整齐齐还回给你。所以我操作起来那感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一瞬间我的所有东西都似乎变得井井有条，然后呢，我也完全不需要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他的能力呢，更加是偏向是去从很多很海量的一些文件里面呢，去整理也好，去搜索也好，去查询一些资料，去提炼一些有用的资讯也好，去生成一些报告，这些都是一般上 AI 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来到了电脑上面，它是直接是一个 desktop 的一个 app， 一个 desktop 的一个软件呢，直接在你的桌面上面直接开始运行，它就可以直接的拿到你的电脑上面的一些权限，直接开始去到你的 download 的 folder 去做这些事情，去到各个文件夹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每一个步骤呢都是需要经过你的同意的，只是很多过程中我都会持续的给他更多的权限，让他可以 access 更多的地方。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孩子能做的事情一定是包括，比如说你这里有很多很多可能我们讲会议记录，我可能这么多年的会议记录都放在我这个电脑里面，我就可以一次过让这个 AI 去把它全部整理归纳，甚至给我一个总结的一些文件，让我可以在之后呢更加容易去找到也好，或者是让我可以直接拿着这个全新浓缩过的文件去做更多别的事情，或者是在我以后需要的时候帮我从茫茫大海中、茫茫的这些很多的文件夹中找到我需要的这一个档案，这个肯定是他可以做的比一般的搜索做得更好的。然后呢，它也可能可以直接从这些很大量这些文件夹里面呢，直接去生成报告、生成 PPT， 这些都是一般上 AI 可以做的东西。但是呢，现在它不再是局限在我可能只能够上传给它，比如说我们可能上传去 AI 的这一个网页版，可能就是最多10个、最多20个文件。但是呢，现在它可以直接看到了。我电脑上面100多个文件，它都没有问题，几百个文件也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它可能会消耗很大量的算力，导致你可能当天的算力非常快的用完，然后你就可能需要 top up， 或者是等到明天才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明天呢，逻辑上你也可以继续在做这个任务，比如说它现在分析到前面100个了，那明天开始继续的分析后面的100个，然后给你一个答案。所以你就发现到这个东西，它也解放了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东西，现在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甚至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我自己想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途，是有人呢，他就因为有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影片啊、素材啊，是很大量的一些数据库，懒惰去看的嘛。所以呢，他就让这一个 Cowork 呢，直接帮他去里面找到所有跟松鼠有关的影片，把它们全部找出来，把它们变成一个影片给自己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哇，其实它有无限的可能，因为你现在开始，你所有的电脑呢都能够有一个 AI，一个助理，一个 intern 去帮你去做整理，去帮你做你最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以前的剪辑师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他需要去把可能各个摄影团队拍回来的所有的素材呢去做归纳、去做分类、去看一遍。但是呢，如果有了这样子一个 AI 助理帮你做这个事情，那他是不是就能够专注在只是做剪辑的这个好玩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这些东西就有了很多这些新的想象。还有就是很多以前呢，我们会请 intern， 或者是我们会请一些初级的一些毕业生在做的事情呢，现在都能够让这个 AI 直接操作了，直接去进行了，甚至也有可能还会做得更好。比如说，我试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用途，就是呢，我让它去帮我整理我需要向公司 claim 的这些费用。基本上我每个月会有很多很多的收据，不管是一些 online 的订阅，或者是我可能向某个 supplier 去买的一些东西，我都会有很大量的这些文件 invoice、receipt、收据。这些呢，我全部都把它放一个文件夹，然后就让这个 AI 去帮我分析，分析完之后呢，直接帮我做一个 Excel 发，帮我把这些 claim 全部列出来，每个东西多少钱，按照我公司设定好的这个 claim form 的这个 format。然后他就很好的执行到了这个东西，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错误嘛，因为我会少跟他说某些东西，比如说我发现到的东西，就是因为我可能会跟中国的 supplier 订货，我可能会订阅美国的一些 AI，那这个时候呢，单据里面显示的就是美元，或者是人民币，或者是我们一般上的本地的马币，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可能没有写清楚，或者是没有那个符号，所以可能 AI 就会看不懂。但是人如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 AI 可能就没有这个判断能力，或者是我其实只需要告诉他需要去区分好这些
不同的 currency， 我觉得他就能够直接做到，也不一定是他做不到，而是因为我在下达命令当中没有给他这个指令，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呢，我做的角色更加是检查他的这个结果，然后给他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设定好，发现到这些规则没有讲好来，下次就把这些规则设定好，然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做得越来越好，以后我就可以每个月都帮我去做这样子一个 claim。他可以帮我省去做这非常琐碎的事情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记得我公司的这个 admin 呢，一般上他做这个事情呢，大概是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那最快可能他半天做好一件事情的话，但是呢，这个 cowork 是直接帮我进行了，所以呢，这个 admin 呢，他可能有了这个 cowork 之后呢，他可能只需要花1个小时不到就能够完成了，所以那个效率肯定是5倍甚至10倍以上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对于初阶的一些工作其实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这些 AI 工具呢，它本质上是在取代很多一些初阶白领在做的一些工作事项。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很多的一些白领呢，尤其是刚刚入行的这些白领呢，他们实际上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不管是银行的一些文务人员，或者像我刚才提到的 HR admin， 或者是可能某一些 intern， 其实大部分人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把它大概整理成几个方向。首先，第一个方向就是他需要去制定计划，就是可能老板有给他一个方向，他需要有一个制定好一个计划，然后向老板去 propose 这个方案。第二个东西是他需要去做整理嘛，就可能公司有很乱的文件，需要他去做整理。再来是上网搜索，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在做 intern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 AI 嘛，所以就会有专门一个任务，就是老板会跟我说，这个部分你需要去搜索这样子大量的资料之后呢，给我一个回报。所以呢，我就可能就会花个1-2天的时间去搜索完全部东西，把东西整理起来，然后还是发现到自己搜索的效率非常的低那一种。再来呢是制作文件，还有就是沟通。制作文件的部分就是最后我可能要生成报表、生成表格、生成 PPT。沟通的东西就是我获得了这些东西，我可能需要去跟其他人去做沟通，不管是回复邮件也好，或者是不管是 WhatsApp 的信息，不断的发送，不断的去做沟通。所以其实一般上的白领呢，大部分做的东西都是属于这几个。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听就发现到，其实 AI 在这些方面都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是不是说，其实我身为一个管理者，或者是我身为这个部门的最主要的负责人，我只需要把我自己的命令呢，全部都下达好，每一个人负责每一个地方我都准备好。但是这些人呢，全部我都可以换成是 AI，我可以让这8个 AI。一次过帮我完成不同的任务，比如说你就帮我做 admin， 你就帮我做 claim 的任务，你就帮我做 HR 的任务，你就帮我去做回信息的任务，你就帮我去做收集网上资料的任务。突然之间呢，我只需要订阅一个工具，但是同时间我可以把这8个人的工作都取代了，至少我取代了可能他的30%甚至50%，但是呢，这就已经帮我省了多少的费用，这个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呢，我现在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些 AI 的订阅工具呢，接下来会持续不断的会替代更多的人的一些职位。所以如果你从一个管理者或者一个老板角度，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本来这个东西我可能需要请2到3个人，但是我现在只需要付出每个月$100，我就能够订阅到这样子的一些 AI 工具。同时间，如果我订阅几个，那也是几百美元的事情。但是呢，它可能可以替代3到8个人。那对我来说，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对于一些大公司来说，这一个东西的可能的那个效率带来的那个效率，可能是更加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到，其实整个职场呢，在请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这些初阶白领，或者是一般上我们在讲的这些白领的工作呢，以前都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些人做这些工作呢，这个公司无法运营下去，它的整个 operation 是走不下去的，它需要有人不断的帮他开单，不断的检查这些东西，不断的把这些资料整理好，整个公司才能够持续的跟别人做生意。但是突然之间呢，现在可能可以减少1半的人，全部都由 AI 来代替。那这个时候人类的价值还有什么？或者是如果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白领工作人员，接下来我找工作的难度只会变得越来越大，除非我有了一些新的技能，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的。所以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去管理，就是你不可以变成那个被 AI 取代的人，而是你应该去做管理这些 AI 的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嘛，假设我今天有了这样子的一些 AI 工具，我知道怎么去使用的话，那我其实就能够一个人直接扮演这8个人在做的事情，我可以直接带领我的这些 AI 军队们去做每一个事情。突然之间，我的价值就变了。以前的我
只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量。现在的我可以帮公司解决这么多个问题，但我还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在 AI 时代呢，在职场中必备的一个技能，就是如何去使用这些 AI 帮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变得更有价值，能够优化整个公司的一些成本，或者是能够帮公司赚更多的钱。我觉得你只要有了这些能够善用 AI 的方式，再结合自己的专业呢，你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或者是甚至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新的一些工作机会，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打底的一个人类价值。假设你没有这些能力呢，那我觉得在未来会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我作为一个生意的一个经营者，我看到的角度绝对是这些 AI 订阅工具可以帮我大大的省去减少请人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成本，同时间沟通的成本还这么大，然后我培养的人可能3年之后就会离开。但是呢，我现在订阅这样子的 AI 工具呢，他们是任劳任怨的，他们是24小时都可以被召唤来做东西的，他们是可以在我睡觉的时候继续做东西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无法去竞争的。那最后呢，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这 Cowork 是怎么被开发出来的。基本上呢，这个产品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其实只是整个 Cloud 团队呢用了10天。也就是超过1个星期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就开发出来一个新的软体。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竟然只需要10天就可以开发一个新的软体，是可以普及给全世界使用的。这个对于以前的软件的公司来讲，真的是不可能的。可能他们需要花个至少都是几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去上线一款产品。但现在只需要10天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这种成熟度，就可以造福这么多人，就可以完成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他们团队的成员有直接表示呢，这整个产品都是由 Claude 的这个 AI 在编程的，也就是说，这个 Cowork 的这些产品和这些功能呢，全部都是由 Claude 这个 AI 去自己把这些代码给写完，最后把这个东西完成的。那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去告诉 AI，这样子写错了，帮他定规则，帮他告诉他要去的方向，帮他做决策，然后给予最终的拍板定案，然后呢就把这个 Cowork 直接给开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个非常一个可怕的未来，也就是说呢，现在这 Claude AI 呢已经能够自己制造自己了。就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是一个人的话，他发现到，我今天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武器，比如说我要增加我的武器库，让我可以去使用用户的电脑，我自己做。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一个 AI 能够自己迭代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正面的一个飞轮，它就能够持续的不断的迭代，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又是不需要休息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可能在1个月后，甚至1年之后呢，它就有可能超越人类可能10年、20年的一个努力，它就会持续不断的进入这个迭代的一个状况里面。我自己一直在帮我自己变得更好，我自己又持续的在编写一些新的功能，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我有了更大的能力之后，我就能够编写得更快，我就能够开发更多的功能，我就能够帮我自己添加更多的武器库，我就能够更快的提高我的工作这些能力，我就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的这些用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已经进入这样子的一个飞轮之后呢，接下来的 Cloud 呢，可能在 AI 的迭代上面会更加的加速。可能我们前2年看到的这个 AI 开发的这个速度还不够快，还有可能再变得更快。那这个就是我体验 Cowork 之后的一些心得，还有我觉得非常可怕，也非常兴奋的一个地方。那这期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拜拜。